各位好，今天是第一次录一个 YouTube 的视频。为啥用雅安话呢？因为我是雅安人，我16岁就离开雅安，20岁大学毕业又回到雅安，当时在地震队的这个四川地震局的测量队工作到96年，到北京，然后就一直断断续续在北京、上海工作，在美国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真正想家的时候，一个人最有乡愁的时候，就是说雅安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头的人也都说雅安话，在家头都说雅安话，跟爸爸妈妈、跟妈老汉儿说雅安话，跟娃儿也说雅安话。所以我想，可能是用雅安话呢，就是能够说的自己比较真实想说的话吧。雅安在哪里？雅安在成都西大约150公里、120公里吧，大概。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以前有高速，但我们小的时候没得高速，走8个小时，坑坑洼洼那个路。这个情况改善了，但是改革开放都很久了，雅安才有高速。雅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边缘。雅安有这个最著名的事情，恐怕就是100多年前，大熊猫在雅安被发现，当时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大卫的，现在在那个地方还在宝兴，那个的传教士真是厉害啊！龙门园的深山老林后头都跑起去，但他们任务除了是这个考察动植物标本、画地图、普及宗教、传教士嘛，耶稣会士。关于耶稣会士在雅安的活动，以后可以抽时间摆。反正今天给大家摆下龙门阵呢，就是乱七八糟的嘛，反正关于雅安话、四川方言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就是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就是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你基本上全中国使用方言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底层的这个老百姓。新中国之后逐渐普及普通话，那么在工作层面呢，越来越多的人都使用普通话。你看我们这个党和委领导人，他也是从毛主席、周恩来、这个邓小平他们这一代都说方言，都说自己的方言，然后到了这个江泽民、胡锦涛开始，他们就说带口音的普通话。到了咱们现在习总，他讲的就是纯正的普通话，比播音员还标准。这个就是普通话的强制普及，那么从很大的程度上也导致了方言的这个消失，一代一代人逐渐就不讲方言了。你看这个春节我们回雅安，那些亲戚舅子的娃儿些，基本上都说普通话，尤其见到我们从北京来，哎呀，舅，都说普通话。这个大家都不说方言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底层的文化可能就消失。这个现在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之险峻，不光四川话有这个问题，全国各地的方言都受到这个问题影响。包括上海话，前几年不是还有这个上海作家用上海的书面语言接近普通话的改良过的当代北话上海方言写的小说《繁花》，还得了茅盾文学奖嘛。就说民间有一股力量呢，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方言，但是在工作层面、在官方层面、在体制的层面、在政治的层面、在国家管理的层面、法律的层面，这些相对比较正式的层面，大家都讲普通话。平常我们上班也讲普通话，有时候因为我工作关系，可能也有些时候也讲英语。但是不管你讲啥子，
当你在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实际上就进入一种语言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你自己的世界的边界。我去年我看是11月份、11月、12月2次到南美洲，因为南美洲主要是讲西班牙语，巴西讲葡萄牙语。先去了趟巴西，回来过后又去了趟南美洲，就走了厄瓜多尔、智利，还有厄瓜多尔、智利，还有从哪儿回来呢？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没有去，反正就走了几个国家吧。当时接待我们的这个当地一位华人朋友，他是原来上外的，他就学西班牙语。他说：“我们问他你咋个到南美洲来了？南美洲好啊，南美洲机会多。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我的师兄师姐些这位置都占完了。南美洲讲西班牙语，我有语言优势，等到那儿很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一个直超一个西班牙的这个电视剧，我是完全没有听说过。因为接触到这个讲西班牙语的朋友，他给我提示过，我就晓得还有这么一部电视剧是 Netflix 推出的。结果回来过后，我在网上找了看了，已经出了3季了，马上第4季4月份就开始播。所以这个事情就给我很大一个启示，就是当你掌握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它很可能不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那么，如果把地球整个作为一个地球村呢，其实不同的语言也大概也相当于是方言的感觉吧。那么对于我们雅安人来说呢，雅安话是属于四川话当中的一支，那么四川方言呢又是这个北方方言当中的一个部分。普通话中国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语言，大概应该有2000多种口语，有290多种语言在使用，好像是。光汉语就八种不同的完全无法交流的这种方言体系，广东话呀，这个潮州话呀，潮州话有的是不是独立方言？反正副方言、民方言，包括北方方言，北方方言比较多，四川话，这个河南、河北，这都属于北方方言。那么四川方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成都说成都话，像雅安、洪崖、乐山、大邑这一带呢，说的是这种更偏川西的这个四川话。有重庆，你比如重庆以前还没有分出去的时候，8属不分家嘛，是8山属水嘛，他们那个语言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四川话的范围。但重庆话总的来说显得硬一些，难搞的。成都话呢绵软一些。总体来说啊，从成都也有黑社会，也有暴力，也有打坨子的。但是成都人，天气不错噻，瓜娃儿哦，这样就有点木兮兮的。这个不带任何地域歧视哈，只是说有这个现象。从语言的角度讲，这个现在方言呢，基本上就降低到在家庭的层面，在这个很底层的层面。还有呢，对于我们这些年纪已经年过半百人来说呢，这更是一种回忆。你比如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经常在街上听到喊蜂窝煤，蜂窝煤。现在大家都用煤气，现在好多娃娃连蜂窝煤是啥子都不晓得。蜂窝煤就是一种煤球，它为了让它燃烧得更好呢，就在这个煤球打成柱状的煤球里头用那个钢棍捅了很多洞，让这个空气能够进到煤球里头，燃烧得更旺，也更容易控制。底下一个小火门，一个炉子，把火门关到，就能控制它的温度。这个，我想方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它还提供了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音乐的旋律的基础。我比较喜欢歌剧哈，我就有个体会就是，你比如法国歌剧、意大利歌剧就比较好听。这个是军中女郎，你看风流寡妇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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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德国歌剧你就很难唱出很流畅的旋律。但德国也有很好的旋律哈，贝拉姆斯啊、舒伯特他们也有很好的旋律，但舒伯特是歌曲，它不是歌剧。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江南一带，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它跟它那个语言发音跟它的方言发音很受影响。那四川就不是一个旋律的大省，所以四川方言本身不创造很多优美的旋律。四川方言你看想得起来的，太阳出来咯喂，喜洋洋咯啷咯，这个就是算是川东川北一带的歌曲了。我们川西这边歌曲非常非常之少。当然，再往西走，再往从雅安走到康定，那就有康定情歌。但康定情歌其实它是一个汉藏杂居地带产生的一个民歌，它肯定有跟当地的方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地呢既是说四川话，也说藏语，也说康巴藏语。那个可以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还记得关于这个雅安话和这个川剧、四川方言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院子住一个雅安川剧老艺人，他呢就比较喜欢喝酒，用这个海椒炒成干海椒壳过后，油海椒下白酒，吓人吧？他一边喝酒二晕，他就唱《洪湖水浪大浪》。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我唱的这个是正确的版本，我给你们说下那个老头唱的版本，一边喝酒，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洪湖岸边儿是呀嘛是家乡啊！今早船儿去呀嘛去撒网，晚上回来鱼呀嘛鱼满仓，昂。我跟我们哥两个都记得到这一段，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我跟我哥哥见面也很少，我们两个一见面，我们也是喝几杯酒过后，就想起这段往事，我们两个就把这个拿出来唱来，我们两个唱来是一模一样，因为啥子？天天那个老头喝了酒，他都来这几句，筷子点一头就靠桌子打节奏，我们两个就天天听他唱啊，天天听他唱这一段，我们都背下来了。我现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非常亲切，非常具有那种家乡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好嘛，今天呢就是第一期关于我的雅安话，我的四川话，所以我起了个名字叫怪渣渣。啥叫怪渣渣呢？因为我这个频道就是我关于雅安话、关于四川话的一些，算是生活经历吧，一个很个人、很隐秘。我估计我们办公室人看到我这个视频说：“啊，罗老师，你怎么还讲雅安话？”因为别人家从来没讲过雅安话，在公共场合、工作场合都讲普通话。好，我们下次再见。